你能想象吗？未来，新加坡最普通的住宅区竟然用上了全球顶级 CBD 才有的地下基建、地下车路网、地下管廊。这种配置一般只会出现在东京六本木、纽约曼哈顿或新加坡滨海湾这样的黄金地段。如今，新加坡却把这套极其烧钱的基建模式直接放进一个拥有3万套住宅的新城。问题来了，政府为什么愿意为一片普通住宅投入如此高规格的基建预算？如果你把登嘉只看成一个绿化比较多的新镇，那就看浅了。它更像是 LTA、HDB 和 PUB 联手打造的一场国家级实验。未来50年，新加坡的住宅区该怎么建？汽车该怎么走？地下管线该怎么管理？而最宝贵的地面空间又应该留给谁？先看体量，登嘉总面积大约700公顷，差不多是7个滨海湾花园，规划42000套住宅，其中约3万套是 HDB， 另外12000套是私人住宅。整个新镇分成 Plantation、Garden、Park、Brickland 和 Forest Hill 5个街区。真正拉开差距的不是地面这些名字，而是地下那一整层城市机器。新加坡在登嘉下面做了超过100公里的综合地下通道和车行网络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车辆从新镇外围通过地下匝道直接下潜，送货车、私家车、巴士停靠、停车场尽量都在地下完成。地面留给人走，给孩子跑，给公园和生态系统生长。这不是简单的人车分流，是把2套城市系统彻底切开。第二个关键是 Common Services Tunnels， 也就是共同沟。电力电缆、高压供水、光纤通信、自动垃圾收集管网被集中放进封闭式地下廊道，以后维修人员可以直接进廊道处理，不需要像旧社区那样今天挖路修电缆，明天再挖一次修水管。第三个系统是气动垃圾收集，居民把垃圾丢进投放口后，垃圾会通过地下真空管道，以每小时大约70到75公里的速度被吸到中央收集站。地面垃圾车减少，异味和噪音也一起降下来。还有一个很容易被忽略的点是中央冷却系统。SP Group 在登嘉做的是区域冷却网络，用中央冷水机组和地下冷水管道替代大量分体式空调外机。官方说法是最高可节省约20%能耗，同时也减少外墙设备和热排放。你会发现，登嘉不是把几项新技术拼在一起，而是把道路、垃圾、能源、通信、维修全部做成一个地下底盘。那政府花这么多钱，把车和管线都塞到地下，地面到底换来了什么？最直接的结果是空间被重新分配了。登嘉因为地下化，一次性释放出超过100公顷的绿色和公共空间。这不是多种几排数那么简单，而是把住宅区的主角从车道和停车位换成公园、步道和生态廊道。最有代表性的是那条大约5公里长、100米宽的森林走廊，它把西区集水区和中央集水区自然保护区连接起来，给动物迁徙留出连续通道。对一个土地这么紧的新加坡来说，这已经不是景观设计，而是把生态系统硬塞回城市结构里。中心区域还有约20公顷的 Central Park， 结合 PUB 的 ABC Waters 理念，把蓄水、防洪、景观和社区活动放在一起。也就是说，这些水体不是装饰，它本身就是基础设施。再看交通逻辑，登嘉地面核心区追求的是步行和骑行优先，尽量做到无车、少灯号、少冲突点。你下楼之后，不是先过停车场和车道，而是先进入步道、自行车道和公园网络。这对有小孩和长者的家庭体验差别非常大。轨道方面，登嘉和玉郎区域线绑定得很深，规划上是让大部分居民在步行300到500米内就能接上轨道交通。换句话说，地下那100多公里不是为了炫技，而是为了把地面从交通附属品变回真正的生活空间。但讲到这里，不能只讲漂亮话，因为在新加坡这种热带雨林气候下，地下化最大的考题，第一就是水。极端暴雨来的时候，短时间降雨量很高，地下道路和地下车库最怕的就是倒灌。
PUB 这几年对地下开发的排水要求一直在收紧，核心逻辑很清楚，入口标高要抬高，不能低于周边风险线，关键位置要有防洪闸门，地下要有调蓄空间，抽水系统还得配独立后备电源。也就是说，灯家不是挖完就算了，它必须长期维持一整套高标准防洪体系。第二个现实问题是地下空气、消防和电动车安全。封闭通道一定要靠机械通风，持续排气。随着 EV 越来越多，地下停车场面对的火灾模型也在变化。锂电池热失控不是普通车火那么简单，侦测、分区、排烟、细水污灭火，这些都要升级。第三个问题更直接，谁付钱？地下照明、风机、水泵、感应系统、中央冷却管网，这些设备的生命周期维护成本肯定高于传统地面社区。未来这些开销有多少会体现在 SCC， 也就是居民每月杂费上？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，但这是必须盯住的一笔长期账。还有一个不能回避的点是新镇早期磨合。到2025到2026这段时间，已经有超过12000户陆续拿钥匙入住。新系统在初期出现管道截路，配套还没完全齐，公交和商服要逐步补上的情况，并不意外。新加坡的新镇开发一向是边入驻边成熟，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磨合期，而在于政府能不能把磨合期压短，把问题透明处理。如果把这些工程参数翻成普通人的日常，灯家影响的其实是几种完全不同的人。第一类是 BTO 买家，尤其是年轻家庭。过去很多人对祖屋区的想象是楼很密，楼下是车，噪音不少，小孩活动空间有限。灯家想改写的就是这个模板，你下楼先看到的是公园和步道，不是车道。老人和孩子在地面活动，理论上的交通风险也会更低。这等于把过去更像私宅区才有的环境品质往公共住宅上搬。第二类是拥车族，对他们来说，灯家可能没那么浪漫。开车进镇后要直接下钱，整个驾驶体验会从地面街区感变成地下网络感。你对导航、出入口、找车位的依赖会更强。说白了，车还是能开，但城市不再围着车设计。第三类是公共交通和骑行通勤族。灯家如果真的能把地面微出行、公交优先走廊和 JRL 衔接顺 Car Light 这件事才算第一次在大规模住宅区里被认真验证，不是靠口号捡车，而是先把替代方案做出来。最后一类是老一代居民和纳税人，他们关心的不是森林步道拍照好不好看，而是值不值。政府把这么高规格的基建放进 HDB 新镇，未来会不会转化成更强的保值能力？灯家的转售市场会不会因为环境品质、交通整合和稀缺性出现溢价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它就不是单纯的公共开支，而是一种长期资产配置。把视角再拉高一点，灯家其实不是一个单独的新镇故事，它是新加坡整个国土战略的一部分。这个国家土地就这么大，物理极限摆在那里，所以它这几年做的是三维扩容。第一条线是向海要地，东海岸的 Long Island 计划目标不只是填海，大约800公顷的新土地背后还绑定了海岸防护和淡水蓄存功能。第二条线是向空要高度，巴耶利机场搬迁后释放出来的土地规模也是约800公顷。更关键的是，周边大片区域的限高会被解除，城市可以往上涨。第三条线就是向地下要空间。灯家在700公顷土地上做的不只是地下停车，而是把车路、管线、垃圾、冷却系统整体下沉，换出更高质量的地面生态和生活空间。海、空，第三条线一起看，你会发现新加坡不是在找一块新地，而是在重写土地的定义。还有一点很重要，灯家的位置也很讲究，它靠近玉廊创新区和未来的玉廊湖区，也就是新加坡西部产业和第二 CBD 的关键板块。高科技产业要吸引人，不能只给办公室，还得给可住、可养家、可通勤的生活环境。灯家就是这个西部经济走廊的人口承载底座，所以
登家最值得看的，不是他有多新，而是他回答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当土地已经不够用，公共住宅还能不能继续升级？新加坡给出的答案是可以，但代价是更复杂的工程、更高的前期投入，还有更长的运维责任。表面上看，地下路网和共同沟是在给森林让路，更深一层看，这是政府在土地极限下用工程把城市重新排版。它也让 HDB 不再只是解决有房住，而是开始争取更高等级的宜居标准。最后，我想把问题留给你：如果你是买家或者租客，你愿不愿意为了地面100%更安静、更像公园的环境，接受全地下停车和未来可能更高的维护费用？还有，你觉得这种地下路网加集中管网的模式，未来会推广到旧祖屋翻新，还是只适合像登嘉这样的新镇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想法。我是阿明，我们下期见。